制裁并未到来，特朗普又食言了。胜利就在眼前，乌克兰不需要割地求和。库尔斯克作战1周年，乌军的新目标。俄罗斯自爆未来计划，日本危险了。乌克兰后备御敌，波兰增兵加里宁格勒。美军核侦察机奔赴俄西北核基地。俄罗斯被抛弃，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和解。间谍战术成为未来战场主流。中东最新局势，以色列要全面占领加沙。精彩内容马上开始。在过去1周里，特朗普规定的最后期限已经到来。遗憾的是，对俄制裁依旧没有实施，反而是乌克兰迎来至暗时刻。普京拒绝和谈以及特朗普不会实施制裁，其实早就有苗头了。普京之所以拒绝和谈，原因就是对战局有信心。一觉睡醒，办公桌上就是好消息。火力军只能说，普京被手下人骗惨了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俄罗斯总参谋部告诉普京，乌克兰的前线可能在2到3个月之内崩溃，所以普京一直相信俄罗斯正在走向胜利。实际战况相信大家也都清楚，报喜不报忧也算是俄罗斯的传统了。你不报好消息，上层怎么晋升？领导不晋升，下面的人还怎么进步？所以在乌俄战场之上，底层将领会对前线的战况进行优化，就这样一层层的传上去，劣势变成优势，小优就变成了大捷。俄罗斯总参谋部最后润色一下，再报告给普京，结果就是俄罗斯马上就要赢了。可以说，普京已经深陷信息茧房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普京的心态就变成了这样：二级制裁根本不在乎，等我拿下乌克兰再说。所以在早些时候，普京就表示，俄罗斯的目标从未改变。至于特朗普，火力军只能说，他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制裁俄罗斯，而是达成和平协议，然后拿诺贝尔和平奖，要不然就不会派遣维特科夫前往莫斯科。在此之前，普京还只是莫名的信心。在会见维特科夫之后，普京就已经明白，特朗普不会实施所谓的2级制裁。就当前的局势来看，美俄会于8月15日在阿拉斯加州进行谈判，泽连斯基与欧洲都没有参与，内容就是如何瓜分乌克兰。早些时候，维特科夫表示，俄罗斯的要求只是控制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地区，愿意从赫尔松、扎波罗热撤军，来换取乌克兰从顿涅茨克、卢甘斯克撤军。但事实证明，俄罗斯停战的条件从未改变。根据图片报的报道，只有占领乌东4州和克里米亚，俄罗斯才能考虑暂时停战。白宫证实，莫斯科提供了一份停火要求清单。特朗普还表示，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。莫斯科提供的停火要求，火力军用脚趾头想都知道内容是什么。对于乌克兰来说，这是灾难性的。更离谱的是，美国似乎并不排斥这份清单，或者说在乌俄问题上，特朗普偏向俄罗斯。虽然一直说要发动制裁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火力军并未看到任何实际行动。做出重大让步的一直只有乌克兰。本次和谈协议也是如此。关于谈判内容，彭博社透露了一些消息。美俄正考虑让基辅放弃克里米亚和顿巴斯东部，并撤出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。南部战场则是按照双方当前的实际控制区来划分。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更详细的细节，和谈会分为2个阶段。在第一阶段，乌军从顿涅茨克地区撤离，俄方将同意全面停火。在第2阶段，莫斯科将通过一项法律，承诺不再攻击乌克兰和欧洲。法律这东西只有大家承认才具备约束力，如果俄罗斯之后翻脸，这就是一张废纸。布达佩斯安全保障备忘录还承诺保护乌克兰的安全，尊重乌克兰的独立和主权以及现有边界。结果呢，作为签署国之一的俄罗斯主动违背诺言。即使美国同意和谈，战争也不会停止，这不禁让火力军想起了一句话：今日割5城，明日割10城，然后得一息安寝，岂是四境，而秦兵又至此。现在的乌俄战争也是如此。克里米亚危机时，乌克兰被迫割地，但俄罗斯并未就此停手。2022年再次发动战争，侵占乌东4州。如果让俄罗斯再次得手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战争又会再一次爆发。面对侵略行为，唯一要做的就是狠狠的反击，把对方揍到不敢动手。幸运的是，泽连斯基不会同意这个条件，欧洲也是如此。没有乌克兰与欧洲参与的和平谈判，根本不会带来和平。对于乌克兰而言，胜利就在眼前，根本不需要割地求和。俄罗斯的经济已经逐渐崩溃。乌俄战争已经持续3年多的时间，从战争开始，美欧就对俄罗斯展开了制裁。不过在过去2年中，俄罗斯的经济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下降，反而有所上升。所以不少人认为制裁根本没用，这点我们之前也聊过。俄罗斯的经济之所以保持增长，军工企业立了大功，但这个经济结构是不健康的，详细可以参考苏联。
并且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，美欧制裁已经开始发挥作用。莫斯科时报报道，俄罗斯中央银行大幅下调了经济前景，预计到2025年，俄罗斯的 GDP 就会实现零增长。克里姆林宫下属的经济分析机构也表示，最早于2026年，俄罗斯经济就会全面衰退。这是有证据的。俄罗斯中央银行预测，包括建筑、贸易和制造业在内的多个行业都出现了商业活动恶化的情况。在建筑行业，俄罗斯最大的问题就是劳动力短缺，这点也没办法，国防部每天在街上拉壮丁，劳动力短缺是必然结局。在贸易领域，俄罗斯最大的石油交易被制裁，收入大幅度下降。俄罗斯7月份石油和天然气收入同比下降 30%。 在制造业领域，企业的订单严重不足。俄罗斯联合造船公司，也就是俄最大的造船国有企业，都在裁员。除此之外，基辅独立报报道，俄罗斯即将面临粮食短缺的问题，通货膨胀或许会让俄罗斯面临与苏联一样的问题。根据报道，俄罗斯准备限制主食的价格，80%至90%的粮食将通过长期合同，以固定价格或政府规定的价格内出售。对于俄罗斯而言，这是抑制通货膨胀的必要手段，但对于商人来说，天都塌了，直接梦回苏联，价格控制政策，也就意味着俄罗斯从市场机制转向官僚监督，或许会重现苏联时期的经济矛盾。如果火力军是商人，因为政府的原因导致自己的商品不赚钱，甚至是赔钱，国家还没有补贴，那么火力军就会抛弃这个商品。在俄罗斯这边，粮食或许会越来越少，最终出现民众排队买粮的情况。这一幕火力军很熟悉，在苏联时期，民众也是这样的，注重军工，轻视民营企业，深陷战争泥潭，经济停滞，民众生活水平下降，还有一个外敌。解体的前提条件已准备就绪，俄罗斯撑不了太久了。对于乌克兰来说，现在就是黎明来临前的黑暗，胜利就在前方。希望美欧给力一点，不要轻易割地求和。战场方向，库尔斯克战场1周年，乌军改变了自己的目标。2024年8月6日，乌军攻入库尔斯克，正式将战火烧至俄罗斯本土。2025年8月6日，时间过去1年，俄军的 S-300为了庆祝这一事件，在地上放了一波烟花，直接自毁。在这1年中，库尔斯克发生了很多事。在战争初期，乌军高歌猛进，俄罗斯的边防军就跟不存在一样。乌军进攻库尔斯克的目的就是吸引俄罗斯的兵力，缓解其他战线的压力。事实上，乌军也做到了这一点。不过，在特朗普上台后，停止对乌军援，并切断星链情报共享。俄罗斯趁此机会攻下乌军阵地，拿回了库尔斯克大部分的土地。乌军也不纠结，转头就攻向比尔格罗德。不过，从当前的乌俄战况来看，乌军的重点不再是前线反攻，而是打击俄罗斯后方的后勤枢纽与能源设施。在过去1周内，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了克里米亚的萨基机场，摧毁了俄军2架苏30 SM、3架苏24，伏尔加格勒地区的阿尔切达铁路线、苏维罗基诺镇的火车站、罗斯托夫州的塔钦斯卡亚火车站也频繁遭遇袭击。当然，乌军也不会忘记炼油厂，这是俄罗斯的经济命脉。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的阿菲普斯基炼油厂、西西伯利亚南部的天然气配送站都燃起大火。相比之下，俄军的袭击力度虽大，但是对乌克兰造成的伤害有限。因为美欧的制裁，俄罗斯只能让那些廉价无人机充当主力，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越来越少。当然，不是无人机不好用，而是俄罗斯的无人机不行，以及乌军的防空实力太强。按照乌军的说法，在得到新军援后，可以拦截 92% 至 95% 的俄军无人机。此外，乌军也开发了新的无人机拦截方式，从最初的防空导弹、机枪已经发展为电子战系统，现在更是推出了拦截式无人机，用无人机拦截俄军的见证者136。战场上一直无法取得进展，俄罗斯打算从外部介入，比如白俄罗斯。北约对其制定了策略，波兰增兵加里宁格勒，敢从白俄介入乌俄战争，那就打。俄罗斯的目的就是通过在白俄部署重兵，分散牵制乌军的兵力。根据媒体报道，在白俄的戈梅利州街头，带有特殊标识的装甲车正在开往戈梅利边境。根据白俄罗斯透露的消息，要在戈梅利州组建特种作战旅，番号第37空降突击近卫旅。俄罗斯军队也已经抵达白俄罗斯，参加扎帕德2025联合军演。但需要小心的是，俄军很可能以白俄为跳板进攻乌克兰，这事儿普京干过。作为回应，波兰也将进行钢铁卫士演习，由北约国家参与。与俄白相同的是，波
波兰的演习不会针对任何人，但究竟如何，就看大家怎么想了。除此之外，波兰还将 K2 部署至加里宁格勒附近，增援第15扎维萨克机械化旅，并在俄罗斯边境附近修筑掩体和布设雷场。为了防备俄罗斯，保卫北约的安全，德国将第31战术航空中队的5架台风战机部署至波兰，在波兰北部的波罗的海巡逻。西班牙将超级大黄蜂部署至冰岛，在格陵兰、冰岛、英国之间执行空中警戒任务。继德国第45装甲旅部署立陶宛后，爱沙尼亚也将部署德核部队，目前正在建造营房等基础设施。美国的核侦察机则是来到西北核基地飞了几圈。俄罗斯退出中导条约后，美国 WC-135R 从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起飞，沿挪威西海岸向北飞行，在俄罗斯北方舰队的驻地飞行14个小时。有媒体报道，这是因为俄罗斯即将进行海燕核动力导弹的试射。不过在双方局势不断加剧的情况下，美军侦察机来俄罗斯逛街，火力军觉得没什么。在南高加索地区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抛弃俄罗斯，拥抱美国，特朗普距离诺贝尔和平奖又进一步。目前阿塞拜疆已经开展全面去俄化行动，不仅取消了所有的俄罗斯文化活动，还要在3年内关闭全部的俄语学校。在与亚美尼亚和谈方面，更是直接抛弃普京，来到美国签署协议。8月8日，阿塞拜疆总统伊利哈姆·阿利耶夫、亚美尼亚总理尼克尔·帕西尼扬在白宫签署了一项和平协议的框架，结束了双方长达数十年的冲突。这是南高加索地区首次脱离俄罗斯，与北欧建立密切关系。当然，这事是特朗普主导的，肯定有美国的利益。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，美国将获得赞格佐尔走廊的开发权，还是独家的。在亚洲地区，随着日本解除封印，俄罗斯自曝要打击日本。近年来，日本的确正在逐步解除封印。根据媒体报道，日本政府将向澳大利亚出售最上级护卫舰，本次交易的总额达到了65亿美元，包含11艘最上级，其中3艘在日本建造，另外8艘在澳大利亚生产。这是日本首次向外国出口大型成品武器装备。在此之前，日本曾向菲律宾出口管制雷达，但这仅算是成品武器，不算大型武器装备。本次出口最上级标志着日本彻底解除封印，结合日本购买战斧以及研发120升级版，俄罗斯的被害妄想症就爆发了。很明显，俄罗斯这还是心虚，知道北方四岛来路不正，害怕日本夺回去，于是制定了一套打击日本的计划。第一步就是摧毁日本的预警和防空网络，打击目标就是位于函馆、入舰与其父的爱国者导弹连。京峡与高尾山的预警雷达站也在打击范围。俄罗斯还特意计算了一下需要多少导弹才能实现目标。按照俄罗斯的预测，25枚至45枚 KH-101 等巡航导弹才能摧毁一个爱国者阵地，摧毁一个雷达站则需要7枚 KH-101。摧毁预警与防空系统后，就是日本的军事设施了，包括军力投射与工业设施。武赫与大凑的海军基地以及三菱重工的造船厂都是打击目标。俄罗斯认为这样做可以削弱日本的海上作战能力。按照俄罗斯的分析，整个打击日本的计划需要200枚至250枚 KH-101。就火力军来说，这很明显是俄罗斯的自嗨。如果日本要对俄罗斯动手， F-35将是主力，而俄罗斯没有能力很好的应对 F-35的空袭，仅这一点就能绝杀俄罗斯。并且从全球各地的冲突来看，间谍战将成为重点。在乌俄战场，乌克兰的情报部门表示，为了获取更多的情报，正在进行间谍作战，方法也很特殊，大家也都知道。无论男女，在为爱鼓掌之后，很容易透露他们不该透露的事情。蛛网行动已经证明间谍战术的效果，俄罗斯北风之神级泄露，大概也有间谍的功劳。根据乌克兰透露的信息，一般情况下，这些间谍会潜伏7年或者更久，任务结束之后就会回到平民生活，或者在智库、商业部门担任职务。美国那边也出现了泄密事件，一名美国士兵主动向俄罗斯泄露 M1 坦克的机密，目的竟然是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，实在是太抽象了。成为俄罗斯公民，然后被拉到乌俄战场当炮灰吗？现在这人已经被拘留。从这点来看，美国政府还顺手救了这人一命。在中东地区，哈马斯的末日来了，以色列要全面占领加沙，并制定了相应的方案。在和谈上，以哈陷入僵局，哈马斯更是拒绝妥协。虽然是投降，但依旧表示想要和谈，以军必须完全撤出加沙地带，相当于直接否认以军过去2年的战果。以色列肯定无法接受，
在谈判无法结束冲突的情况下，以色列的选择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劳永逸，彻底消灭哈马斯。8月4日，以色列消息人士证实，木已成舟，我们正朝着全面占领加沙的方向迈进。如果总参谋长对此有异议，他可以辞职。8月5日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，内塔尼亚胡召开了安全会议，讨论加沙局势。会议持续3个小时，强烈倾向于全面占领加沙地带。虽然以色列国内与国际上都有反对的声音，但占领加沙的计划还是在持续进行中。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，目前以军已经控制加沙 70% 至 75% 的地区。哈马斯在加沙城和马瓦西一带还有2个主要据点。以色列安全内阁已下令清除2个剩余哈马斯据点。内塔尼亚胡没有给出具体的行动时间，仅表示将在短时间内结束战争。根据目前的消息，以军占领加沙的计划将分阶段进行，留了2个月的时间让民众向南疏散，最迟至10月7日。之后，以军将围困加沙城3个月，再用2个月的时间彻底清除哈马斯。或许是针对加沙的行为，胡塞武装又跳出来了。发言人叶海亚·萨雷亚声称，用导弹和无人机狂轰以色列，特拉维夫、海法机场这些要害地区全部被炸。真实情况火力军无法确定，但胡塞武装或者还要被炸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美俄会谈会是什么结果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